如果一艘二战战列舰主炮齐射，比方说密苏里号，9枚直径406毫米、重约1吨的炮弹，以每秒760米的速度穿越时空，射向了一艘20公里开外的现代驱逐舰，比方说055，它能够将其击沉吗？大家好，我是火箭叔。巨舰重炮似乎能够治愈一切火力不足焦虑，但在现代海战当中，信息控制和精准打击才是制胜关键。回到我们开篇的那个问题，055驱逐舰配备了我国自主研发的海之星相控阵雷达系统，它具备强大的探测能力，能够实时追踪多目标，并对海空目标提供精确预警。通过海之星雷达，驱逐舰几乎可以在战列舰发射炮弹后的一瞬间，便准确锁定来袭目标的轨迹因为这些老古董的飞行轨迹高且明显，捕捉起来呢极其轻松通过分析这些数据，系统就能够快速计算出炮弹的速度、落点以及威胁程度，为后续的应对提供有力的保障。接着现代驱逐舰上面的火控系统就立刻介入并做出反应了。055上面的红旗9B 防空导弹系统便是其中的一部分。虽然其设计初衷是为了拦截导弹，但对于体积庞大的炮弹来说，依然能够发挥不小的作用。同时，近防武器系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055配备的1130近防系统能够实时锁定来袭目标，并通过高精度的自动化武器系统来进行拦截。它的反应速度极快，每分钟能够发射数千发的炮弹，用于击毁高速接近的目标。所以，对于这9枚正在接近当中的巨炮来说相当于面对着2堵墙。即便身材魁梧、人多势众，但是想要突破也几乎不可能那除了以上的主动防御，咱还有被动防御嘛？比如说，可以依赖自身的机动性来规避敌方火力。在海战当中，有一种古老的规避炮弹战术被称之为之字形机动。这种战术通过不断改变航向和速度，使敌方火炮难以预测目标的移动路径，从而提高生存几率。现代驱逐舰的速度和敏捷性在这里显得尤为关键。虽然战列舰的大炮射程和威力巨大，但其发射间隔较长，且炮口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调整。在每次发射之后呢，炮弹可能会需要30秒甚至更久才能击中目标，而这段时间就足够驱逐舰根据战列舰的设计轨迹及时调整航向，规避炮弹了。此外现代驱逐舰的先进雷达和火控系统呢，能够实时预测来袭炮弹的轨迹，帮助舰长及时做出规避决策。通过不断根据雷达数据调整航向，驱逐舰可以尽量远离炮弹的落点，显著降低被击中的概率。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尽管战列舰的火炮威力惊人，但它们的瞄准精度受到当时技术的严重限制，而那个时候的机械射控系统精度上可远不及现在的计算机和雷达系统此外，战列舰炮弹的飞行速度相对较慢，与现代导弹相比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也就是说，不管现代驱逐舰是选择拦截还是规避都掌握着充分的主动权。其实我们还漏掉了最重要的一点为啥要等它先火炮齐射呢？早在它发现咱们之前，咱们就能直接将它给干成了嘛。现代驱逐舰都会尽可能的保持远距离作战，直接通过反舰导弹，比如鹰击18或者鹰击21等远程武器，就能够精确打击对方了。它俩的作战半径一个是600，一个是上千公里，远超战列舰极限射程40公里的数十倍，干嘛还要等它先开炮呢？对了，是我假设把战列舰穿越到了现代，那如果咱把055穿越回二战，结果又会怎么样呢？各位一起来脑洞一下吧。我是火箭叔，别停下去探索。如果美国最先进的主战坦克 M1A2 阿布拉姆遇上了俄罗斯最先进的主战坦克 T-24阿玛塔，谁会赢呢？咱们先来看看纸面数据火力上 M1A2 装备着一门来自德国莱茵金属的120毫米口径 L44 滑膛炮，可以发射目前最新一代的 M829A4 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据说达到了能够在2公里处穿透750毫米军制装甲的能力，而且还专门针对俄罗斯坦克常用的爆炸式反应装甲做了优化。像是 T90、T80 这样的坦克呢，穿透起来应该是毫无压力的。再来看 T14这边，它的主炮从口径上看比 M4 的要略粗，达到了125毫米，所以膛压和初速都会更高。用的则是自己看家的 2A82-EM 滑膛炮。公开的数据表示配合其最新的真空系列穿甲弹，可以在2公里处穿透900毫米的军制装甲。你看穿甲能力呢确实要更好一些，但考虑到 M1A2 在最新升级的版本里面也加厚了自己在炮塔与正面的倾斜装甲，使它针对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防护水平分别达到了960和590毫米，因此T14的主炮直接跟 M1 干起来呢，还真不见得会更有优势。不过 T14可以从射程上扳回比分嘛。
当然用的不是穿甲弹了，而是反坦克导弹。跟 M1 不一样，俄罗斯的坦克，准确说是苏联的坦克，从 T64开始呢，就可以直接通过主炮来发射反坦克导弹了。在10公里的范围内，俄罗斯最先进的 3UBK21 短跑运动员，只要来一次攻顶操作，应该还是会对 M1 造成不小的威胁的。毕竟那句话是怎么说的？First look, first kill， 先见先杀。作为号称第4代主战坦克的 T14呢，在车载光电系统方面确实要更有优势啊。它是第一个把相控阵雷达装在身上的坦克，也是第一个在炮塔里面完全就不装人的坦克，让躲在超厚装甲的车身当中的炮手也能通过电子眼和超视距指挥系统来引导导弹准确的飞向目标。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发现它时呢，就丧失了战斗能力。另外，正好提到了无人炮塔了，这绝对是 T14最亮眼的一项创新。刚才我们也说了 ，M1 发射最新的穿甲弹时 ，T90 和 T80 都会害怕，但是 T14呢，至少成员舱是不用害怕的。这里的装甲采用的是第4代孔雀石双重爆炸式反应装甲，其防护水平据说是超过了1200毫米均质装甲。看来 M1 唯一的下手目标就只能是 T14顶上那个没有人的炮塔了。所以从火力和装甲防护上看起来，好像是 T14更胜一筹。那接下来咱再比比主动防护呗。T14是生来就有的，并且这套系统可以通过各种软杀伤和硬杀伤来干扰、破坏、拦截来袭的导弹、破甲弹、火箭弹，甚至是动能极高的穿甲弹。那 M1 呢？以前没有，但现在有了。它将以色列开发的，并且已经经过实战检验的奖杯主动防护系统引入了过来。尽管技能栏里面缺少了防穿甲弹那一条，但考虑到它是真蓝过，而另一边目前只有 PPT， 所以在主动防护这方面，姑且认为 M1 和 T14呢是不相伯仲的。好，那就再往下看。机动性 ，M1 装的是1500匹马力的燃气轮机，而 T14 装的也是1500匹马力的柴油机，所以两者的机动性是相当的咯。非也得看它俩的重量了。随着 M1 不断的往自己身上加东西，最新的 M1A2S1P V3 已经来到了将近70吨的重量了，而 T14 继续维持了俄罗斯坦克的轻量化，只有48吨的重量，所以它俩要是真在路上飙起来呢，肯定是 T14 会更加灵活的。而且这还要看它俩是在哪儿飙了，也许有的地方 M1 是根本过不去的，比方说限重50吨的桥。实际上，为什么俄罗斯的坦克一直都比西方的坦克要小巧呢？原因很大一部分还真的就是在桥以及铁路方面了。俄罗斯的桥梁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大多都无法承受50吨以上的重压，所以以前 T72、T80、T90 会受此影响，现在到了 T14 呢，还得受此影响。你不能说造出一辆大坦克却又无法亲自开去参战吧？以前坦克设计的逻辑是保护全身，因为成员既分布在车身中，也分布在炮塔里。那俄罗斯的工程师呢，就有点犯难了，这又要多加装甲，又要装上足以击穿西方坦克的大炮，还得要控制体重，怎么平衡嘛？只能做小一点吧。这在 T72 上呢，基本上就已经达到极限了。可西方的坦克却凭着自己的基础设施好，越变越大，越变越重。现在你一辆体重已经比别人轻了快1半的坦克，还拿什么跟人家 PK 呢？炮马加不上去了，装甲也加不上去了，难道就只能认怂了？你别说，人有的时候是要被逼逼才行的啊！俄罗斯的工程师们突然就意识到，既然只有大炮和人员最重要，那咱们为什么不将大炮和人员分开呢？大炮还是要上最大的，这个重量咱不能牺牲，而人员全都坐进车身当中，这里我给你们安排最后的装甲来保护。至于炮塔嘛，由于是遥控操纵，防护就不那么重要了，可以减轻装甲，这样不就完美平衡了吗？所以 T14 的机动优势呢是怎么来的？好了，火力更优，防护相当，机动灵活。这么看起来 T14 打 M1 颤抖的应该是后者咯。我们一开始就说了以上都是纸面数据，实际上情况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不管是单挑还是群架。单挑，由于 M1 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服役了，所以从车辆到人员都是经验丰富到不行啊。加之美国这么多年来就根本没有闲着，实际操练的时间也比俄罗斯多了去了。两者比起来，一个是老司机，一个
是驾照还没有考出来的小萌新，怎么打嘛？另外 M1 这个平台啊，底层基础呢还是纯机械、纯人工的，哪怕这么多年添加上去了很多的电子和自动化设备，但你看它装弹不还都是在靠人手吗？所以可靠性就非常的高，哪怕所有电子设备，包括瞄准系统都被破坏了，只要人的眼睛还能看得见的话，依然是可以开炮的。再反观 T14呢，它就是硬币的另一面了。对摄像头、对传感器、对雷达、对各种各样的电气系统的依赖程度呢非常高。说的不好听一点，偷偷摸摸爬上炮塔，用一罐喷漆都可以将它撂倒了。那如果是打群架呢？就更没得打了嘛！美国陆军当前正常运营的各种版本的 M1呢，应该是超过了2000辆的，而 T14基于俄罗斯此前和目前的经济状况，生产一拖再拖后，直到现在还都没有正式入列呢。另外，现代坦克战就真的只是坦克打坦克吗？当然不是啊，还得要看军队整体的战场管理能力，比如来自卫星、无人机、战斗机和地面人员等多个方面的信息整合、分析、决策等等。只有坦克好，那是远远不够的。好了，纸上谈兵呢，今天就到此为止了。说错的地方就请大家帮我纠正和补充吧。我是火箭叔，关注咱们下期再见了。当今坦克谁是王者？要我说就是梅卡瓦，因为他至少是个特立独行的王者。当其他主战坦克都在把自己看似最值得保护的发动机放在最安全的屁股上时，唯有他反其道而行，偏偏就是要把发动机装在离敌人更近的地方，前面。所以这究竟是为什么？这样做究竟是让它成为了一辆更好的坦克，还是一辆更差的坦克呢？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如果你去翻看一下其他资料的话，往往会看到这样一句简单的结论：梅卡瓦之所以要把发动机装在正面是为了在遭到袭击时把它作为肉盾，以此来更好的保护车身当中的成员，并为他们留出宝贵的逃生通道。因为后面没有发动机挡着嘛，所以梅卡瓦另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它开了一个后门，既能够让里面的成员快速的进出，也能够在必要的时候带上更多的士兵，充当一个临时运兵车的角色。看起来以色列对人的关心显然是高于了对设备的关心，这点值得点赞。但是理由就这么简单吗？当然不是嘛。咱们再来挖挖更深一些的原因。梅卡瓦坦克的开发呢，始于1970年代，直接的诱因就是1967年和1973年发生的中东战争了。在1967年的那场战争中呢，装备着 M48和百夫长坦克的以色列装甲部队，多数时候都是在脱离了步兵的陪伴下单独作战的。而效果嘛，居然是相当显著啊！于是以色列就据此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阿拉伯的士兵在面临强大的坦克部队时，只会选择退缩。既然这样，我干嘛还需要那么多的火炮与机械化步兵呢？与其把资源浪费在他们身上，不如组建更多的坦克连，让优势更加突出。全坦克这个概念就出现了。他认为，只要我有一种既能够防御又能够进攻，能携带步兵进入战场，能载着伤员撤离火线，还具有指挥与控制能力的综合性能极强的坦克的话，就一切都尽在掌握了。这些都汇聚到了梅卡瓦的设计上。所以一方面以色列继续发展这辆新坦克的概念，另一方面呢，把大幅削减的机械化步兵和火炮开销用在了采购更多升了级的百夫长和 M60坦克身上，期待下次作战能见奇效结果1973年的那一仗呢，是既证明也否定了以色列的概念。由于阿拉伯的士兵已经拥有了更加先进的反坦克武器，准确讲呢，是来自于苏联的 AT3 萨格尔反坦克导弹，所以他们见了以色列的坦克部队是既没有跑，也没有让对方跑。以色列人承受了惨痛的损失，在多个战场上，不管是坦克还是装甲运兵车，都被炸得体无完肤。而且这种状况不光发生在坦克单独行动的地方，就连还保留了机械化步兵伴随的坦克部队也一样如此所以以色列人呢，这次又上了一课。机械化步兵，确实是没啥鸟用，但是如果坦克弱鸡，也只有挨打的份儿。以色列人真正需要的是一辆火力强大、防护牛逼的现代化坦克。是时候轮到梅卡瓦登场了。于是火力靠先进的120毫米 L44滑膛炮来保证，那防护呢？考虑到以色列人是被带着巨能装药战斗部的高爆反坦克导弹给整惨了，所以他们想到的那肯定是针对高爆弹的有效防护嘛。
高爆弹的作用机制呢，我们之前讲过，本质上就是一团融化的金属靠高温高压来贯穿装甲，对坦克内部的有生力量造成伤害的。那对付它，你只要保证有足够的装甲厚度就可以了。但是装甲厚了，成本就高了嘛，坦克就重了嘛，其他各种各样的牺牲和妥协呢，也都随之而来了。难道就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吗？要我说，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别人没想到的方案，怎么就被他给想出来了呢？发动机，你看这么大个铁疙瘩，如果我把它装在坦克的前面，挡在敌人的高爆弹和自己人的肉身中间，不就绝对安全了吗？你别说，还真是的。哪怕发动机它并不是军制装甲，更不是复合装甲，但是它够厚呀，挡住高温金属的侵袭，肯定还是没问题的。不过有人就要提醒了，难道以色列人忘了还有一样叫做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东西吗？它那根动能极高的钢针看起来是发动机绝对挡不住的呀。的确是挡不住，但这个问题呢，我想稍后再说。于是就这样，梅卡瓦的发动机就被装到了前面。很多人因此就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设计，它让梅卡瓦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坦克。可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商榷。第一，机动性。由于现代坦克的主动轮与发动机呢是放在一起的，中间只是通过变速箱和差速器来连接，无法加入任何的悬挂装置，这就使得发动机在前，主动轮也在前的梅卡瓦机动能力明显不足，在崎岖的全地形路段行驶的时候呢，甚至还有断轴的风险。跟其他主动轮在后可以装上悬挂装置的诱导轮在前的坦克相比，劣势就很明显了。而且它不光自己不太能跑，连别人背着它跑都要更费劲一些啊！为了在车身前部塞下庞大的发动机，并为其配置还说得过去的保护装甲，梅卡瓦的车身宽度比其他2辆排名第2的坦克 M1 和豹2还宽了近半米，毫无争议地成为了世界上最宽的坦克，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它通过轨道和公路远程运输的能力。也许对小国以色列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他就从来没有想过把好东西卖出去一点吗？第二点安全性。虽然挡在前面的发动机是挡住了来自外面的爆炸，但万一要是爆炸来自里面呢？由于发动机占据了车身前部大量的空间炮塔就只能整体后移了，这就限制了炮塔后部悬空部分的长度，使得炮塔空间有限，不能够像 M1 豹2坦克那样把弹药装在炮塔后面一个完全独立的带有防喷板的隔间里面，只能将其存在车身当中以及用作后面撤离通道的两旁。尽管每一枚炮弹都装在了一个防爆的桶里面，但是中弹和着火时发生弹药爆炸的风险呢，还是比别人高很多。第三，隐蔽性。把发热最高的发动机放在前面，等于就是在黑夜里在自己的脑门上带了一盏明亮的头灯嘛，是无法将显著的红外热源像别的坦克那样隐藏在自己的屁股后面的，在红外成像仪下面就更容易暴露了。另外，炮塔的后移呢，也导致炮管的下倾角度受到了限制，无法打埋伏，躲在小土坡后面慢慢的瞄对方了。最后难道打坦克战最好的方式就是一遇到敌人便停下来，放出士兵冲上去肉搏吗？因为他的装甲太脆弱了，它的发动机太容易被打爆了，它的油箱对了刚才我忘了提，它的油箱呢也一样摆在了前面，太容易燃了，所以基本上遇到交战，梅卡瓦就得停下来了，好疏散乘客嘛。但是一辆在战斗中可以持续移动、可以持续保护成员的坦克，不才是一辆好的坦克吗？这么看起来都到第4代了，梅卡瓦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干呢？环顾整个世界，谁家主战坦克不会发射一发就要他小命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呢？问题就在这里了。什么才是好坦克？是由它奔赴的战场决定的。梅卡瓦的战场来的通常不是一些能够发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主战坦克，而是手持 RPG 肩扛 ATGM 的武装人员。他最好的角色呢，当然就是一个装着坦克炮的装甲运兵车啦。从这一点上讲呢，他真的很出色啊！我呢也真的很喜欢他。当年买的第1辆坦克模型就是梅卡瓦3了。你呢是怎么看梅卡瓦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2020年9月，科学家发现一个神秘的不明飞行物正在从宇宙深处快速地朝地球飞了过来。他们有点紧张了，因为这个玩意儿跟之前观察过的所有东西都很不一样。第一，它的运行轨道非常诡异，不同于大多数小行星拉长并倾斜于地球公转平面的轨道，它完全就是在地球公转平面里面运行的，而且轨道还特别的圆。
第二，它的运行速度也很诡异。通常情况下，一颗小行星会以大约每小时65000公里的速度在太空中呼啸而过，但是它呢，速度却慢到了才刚刚3000公里出点头，难不成是人为踩下了刹车？最后啊，科学家仔仔细细地分析了一下它的运行轨迹，发现太阳风对它的影响明显是超出了对其他小行星的影响的，而且高出来的量级还不小啊。换句话说，就是连太阳辐射出来的微小光子打在它身上都能将它推走，那这个玩意儿不明显就是一个体积不小，但是质量却很小的东西了。再次排除了密度较高的太空岩石这一选项，怎么看怎么都更像是一个空心的东西。哎呀，这几个信息综合起来就让人有点细思极恐了。它不是小行星，它可能点了刹车，它还是空心的，那不明显就是一个人造的物体吗？关键是什么人造了它，目的又是什么呢？科学家一边给它安上2020 SO 这个代号，一边开始紧锣密鼓地展开全面追踪了。事后证明啊，这个2020年最惊心动魄的太空侦探故事，实际上呢，更应该被称之为荒诞故事才对啊！这个令无数天文学家汗流浃背的神秘天体，转过头来，结果才发现它是咱们失散多年的孩子而已。怎么回事呢？自从人类有能力往太空中丢东西开始，无数的火箭残骸、卫星探测器就都被我们统统给丢了出去了。除了那些一开始就规划好想要让他们再次回来的，其余的呢，都真的是有去无回了。他们有的停留在地球轨道上，成为威胁后来者的太空垃圾，于是便得到了严密的监控；而有的呢，则伴随探测器一路往宇宙深处飞去。我们只知道，它就这样走了，但是没有任何人会浪费时间去监测它们。于是啊，他们就真的像个孤儿一样，独自一人漂泊在黑暗当中，得不到半点的照顾。1966年9月，把测量员2号登月器送出大气层的阿特拉斯半人马座火箭就是这样一个命运了。虽然前者最终失败，坠毁在了月面，但是最上级的半人马座火箭却并没有因此而停下脚步。在耗尽燃料之后呢，它继续沿着原来的轨道飞越了月球，踏上了一条与地球类似的围绕太阳运行的轨道上。既然本次任务的重点测量员都已经栽跟头了，那还会有谁去关心这枚走散的半人马座火箭呢？该去哪儿就去哪儿吧。后来的半个世纪里呢，人们也彻底就把它遗忘了，直到2020 SO。一位新系的 NASA 专家似乎从一开始那几点不寻常中呢，察觉出了点啥，于是就一直将这个不明物体的运行轨迹往回追溯。结果这一追嘛，就追到了1966年。他发现，在那一年呢，这个东西跟地球离得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近啊。于是他又赶紧翻看了当年的档案记录，结果才看到原来9月份有那么一枚火箭的发射，它事后被抛弃的火箭上级一切特征呢，都几乎跟2020 SO 完美吻合。至此啊，谜底可以算是解开了。这个本让人充满遐想的2020 SO 呢，却是那枚被人们遗忘的半人马座火箭，是不是有点讽刺啊？他竟然用这种方式来提醒我们，做过的事情你们最好给我记住，好吧？那故事就到此为止了吗？还没有嘛？科学家是一群最较真的人，只是靠轨道分析得出结论，还不至于让他们彻底信服，除非要亲眼见到啊！是的，就是要通过望远镜来确认，此2020 SO 呢，就是比半人马座火箭。可是它太远太小了，怎么看呢？一开始啊，科学家使用了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型双瞳望远镜，它拥有一对装在同一底座上面的8.4米口径镜子，算是非常巨大了。但是呢，却依然只能为这个小得出奇的天体排出最基础的4色光谱成像而已。科学家能做的不过是拿它跟常见的2种小行星光谱做了一个对比，确定它的确不是什么长相怪异的太空岩石。但显然这还远远不够嘛。于是啊，科学家就继续往深里面挖。很快，他们想到，既然咱们都假设这是1966年发射上天的那枚半人马座火箭了，那我们只要对比照片中的光谱，看看是否包含了当年涂在火箭表面的那种白色油漆的光谱，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在联系了当年的厂家取得了油漆光谱的样本之后，他们沮丧地发现并不吻合啊。虽然是受了点打击，但还不至于到放弃的时候。而且正好是这个时候呢，他们得到了一位太空历史学家的帮助。后者告诉他们啊，你们可以去追踪一下一种叫做301的不锈钢，
这种不锈钢啊，正是当年半人马座火箭健身所用的材料了。当火箭发射，上面的保温泡沫被震落之后，下面的不锈钢材料，不就暴露出来了吗？这是个绝对的好消息啊！调查团队一方面取得了这种不锈钢的光谱，另一方面呢，也开始借用 NASA 更加强大的位于夏威夷的红外线天文台来对2020 SO 进行观察。可结果嘛，两者的光谱还是没有完全对上。奇怪吗？没啥奇怪的啊，因为覆盖在火箭顶部设备舱里面的还有咱们常见的这种金黄色的聚酯薄膜了嘛。如果在光谱里面再叠加进这种塑料的特征，会不会就能完美匹配了呢？这模拟是一方面，但与此同时，调查团队其实更想做的还是直接来真的，而且他们的确是有很多真的可以用啊。这么多年来，往天上射过的半人马座火箭也不少了，而且很多呢就停在地球轨道上，只要拿它的光谱跟2020 SO 对上了，不就实锤了吗？唯一的困难是，这些半人马座呢离得太近，飞得太快了，望远镜太难将它们锁定了。你只要想象一下，用你的眼睛锁定一颗从高铁车窗前一晃而过的树干，就知道有多难了吧？可还是没有难倒调查团队啊！他们最终选择了一枚1971年发射的半人马座，并设法收集到了全部他们想要的数据，而且就是在2020 SO 距离地球最近的那一天，把两者放到一起，啪，完美吻合。2020 SO 就是回家探亲的1966半人马座，缺失了半个多世纪的想念呢，终于在这一刻可以倾泻而出了。故事到此结束了。但真的就结束了吗？也许下一个在2047年回到地球的 Elon Musk 的红色跑车也有他自己的故事。也许那些曾经离开我们独自去冒险的探测器，总有一天呢会在宇宙运行的规律下再次回到老家，带来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我们那时又会在哪儿呢？好了，我是火箭叔，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儿。记得关注我，咱们下期再见。